中国有一位很有传奇色彩的皇帝，他25岁登基，在位长达63年，创造了中国帝王在位时间最长的纪录，他就是乾隆。一生好大喜功的乾隆，把自己的陵墓建造的也极尽奢华，其规模与艺术价值堪称清零之首。不过，为什么有历史学家偏偏要说乾隆的陵墓玉陵是他人生中最大的谎言呢？这座乾隆皇帝亲自为自己修建的陵墓，整整耗时9年，花费了约203万两白银，里面陪葬的宝贝更是数不胜数。然而，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他下葬100多年后，就被无情搬空了，连自己的尸身更是被挫骨扬灰。与他一起埋葬的5位美艳嫔妃也没有逃过此劫。而当考古专家勘察玉陵后，却发现这座看似华美的地下龙宫隐藏着许多清朝宫廷秘辛。不仅是一座豆腐渣工程，还有5位嫔妃的勾心斗角，更有传闻说墓中藏着乾隆晚年时后悔莫及写下的秘密诏书。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揭开这座奢华墓葬背后那个千古一帝的光鲜与狼狈。为了排面，乾隆生前曾多次改墓。这座被称为地下皇宫的玉陵，墓葬规格远超祖制。乾隆统治时期，清朝达到康乾盛世顶峰，疆域扩展到历代最大，清朝达到了发展的黄金时期。而乾隆作为清朝最牛的皇帝之一，也算文治武功十分了得，所以他晚年给自己起的号都叫十全老人，可以看出他对自己一生的成就那是相当满意。中国皇帝活着的时候，一般就会为自己选址修建陵墓，这是一件大事。乾隆也不例外，执政10多年后就开始准备修建陵墓了。不过，墓葬刚开始选址，乾隆就发现自己遇到问题了，不知道墓葬应该选在哪儿。大家可能觉得奇怪，他不都是第6位皇帝了吗？前面祖宗埋哪儿，他就埋哪儿呗，有什么难的呢？本来呢，清朝皇帝从顺治开始就建了陵园，葬在东陵，位于河北省西北30公里处，西距北京市区约125公里。因此，顺治帝的孝陵和康熙的景陵都在这里。不过，乾隆他爹雍正当年修建陵墓时，认为清东陵九凤朝阳山土质沙石易渗水，而另外选的地方在河北保定易县梁各庄15公里处的永宁山下，叫西陵。雍正这样选择墓地本身就属于违反了祖制的。按照子随父葬的传统，乾隆本应追随雍正归葬西陵的，但乾隆皇帝认为，如果选择西陵，那后世子孙都葬入西陵，乾隆觉得祖父康熙的东陵岂不是要逐渐荒芜了？我们不知道乾隆是否知道关于他爹因为篡位而移葬别地的传言，反正仅从表面看，乾隆是十分崇拜他的祖父康熙的，而且这也是真的。那怎么办呢？东西为难之际，乾隆还萌生过另选风水宝地的想法。大臣们被派出去勘察了很多风水宝地，乾隆始终没定下来。直到修墓这事不能再拖了，最终乾隆还是选择了东陵，决定把自己墓离他祖父康熙更近。而他呢，颁布一个诏令，就是以后他的儿子要葬在西陵，就是孙子随祖父下葬，这样两边的陵墓都不寂寞了。您瞧瞧，乾隆这脑回路堪称做事十全十美吧？这样一来，虽然自己没有子随父葬，为了清朝祖制，但大清的制度改了。不管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又或者单纯的想在100年后和祖父康熙离得更近点，反正乾隆通过墓葬选址，把自己父亲可能埋下的坑不知不觉间给填上了。选在东陵的墓址经过各种勘测，被认为是一块风水宝地，乾隆自己对这块万年吉地也十分满意。乾隆8年，当时乾隆32岁，玉陵正式开始修建。这一修一直到1752年才告竣，整个修建过程历时9年，耗银约203万两。地宫、明楼、宝城等重要建筑都展现出乾隆对陵寝的规模、细节要求极高。从这银子数目就可以知道墓葬修建的有多奢靡。
乾隆不仅在选址问题展现过他清奇的脑回路，在给自己的墓葬前修建石像生的时候，也展现出他脑洞的清奇。石像生是指帝王墓前安放的石人、石兽等，用于展现皇家威仪。明代皇帝出行时，甚至有活的驯养的狮子、大象等跟在队列后面。死后，墓葬前也会有这些雕塑出现。于是，乾隆也想在自己的墓前修饰生像，但却遭到群臣的反对。原因是东陵这儿以前的皇帝崇尚节俭，都没有造，而他要建的话，显然又是不符合组织的，又是组织规定，怎么办呢？这可难不倒乾隆。他随即下令，在康熙和顺治帝墓前补建了5对石像生，这样他为自己的墓前修建石像生也就名正言顺了。你说这乾隆在对付组织方面，脑回路是不是不同凡响的清奇？总是能够在逾越规矩和任性自我间找到一种匪夷所思的平衡。就这样，8对石像生矗立在了御陵前面，比康熙和顺治的墓葬还多3对。对历史了解的观众肯定发现了问题，那就是清朝历代都有训弼祖陵的建陵制度。简单来说，训弼祖陵的意思就是说，后人的陵墓不能修得比祖宗好。那乾隆御陵多出来的3对，说明什么问题呢？他为什么不都建成8对呢？根据大多数学者专家的研究，他们认为，纵观乾隆一生，他属于高度认可自己的类型，甚至说成是自恋都不为过，所以才有这种自我欣赏和陶醉。所以乾隆皇帝内心充满了对自己的高度认同，而且真的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才会这么修。我们一起来看看乾隆为自己修建完成的御陵究竟长什么样。首先，与其他清朝帝王陵墓的区别在于，御陵内的地宫周围设计十分精美，这就是御陵地宫，是中国目前开放的皇陵地宫中最为精美的一个，宛如一座雄伟富丽的地下宫殿。御陵地宫采用了拱轩式石结构，由9券4门组成，进深54米，面积372平方米，由1条墓道、4道石门和9个券堂，明堂券、穿堂券、金券等组成，平面呈主字形。4道石门均以整块青白石雕成，每扇门高3米，宽1.5米，重量竟然达到了3吨，上面都刻着佛教护法神像。第1道石门两侧刻有增长天王、持国天王、多闻天王和广目天王的4大天王像，他们的法器和象征物剑、琵琶、伞和蛇也栩栩如生，寓意镇守四方，驱邪护法。8扇石门上用浮雕手法刻有文殊、普贤等菩萨立像，高1.5米，身披璎珞，赤足踏莲，手持法器，寓意引导亡灵往生极乐。金券券顶雕刻着毗卢遮那佛，而其余的则是东南西北中的5方佛，代表的宇宙中心与帝王神性。而墓室的墙壁还有券顶，因刻藏文经咒、梵文经咒，内容是超度亡灵的佛经，上面还装饰招法轮、宝伞等8宝。整个墓葬的雕刻技法精湛，线条流畅，造像生动，完美融合了汉藏佛教艺术，堪称清代陵寝艺术的巅峰之作，也足见乾隆对密教的推崇，还有转轮圣王的政治象征。这是墓葬的隆恩殿的东暖阁，采用的是佛楼设计，也是当时修建墓葬的首创，后来被清代帝陵沿用为定制。乾隆在世时，暖东阁里就存放有文征明等人的名画，显示出乾隆爱好艺术的个人风格。不过，如此华丽奢侈的地宫，却也有豆腐渣工程的嫌疑。乾隆生前曾多次改建自己的墓葬，每一次改建不仅彰显出自己对墓葬修建风格的极致追求，但也显示出偌大的皇陵建造还真存在一些硬伤。比如，地宫建成后的乾隆17年，乾隆打算把已经去世的妃嫔、孝贤纯皇后富察氏、惠贤皇贵妃高嘉氏，还有哲敏皇贵妃富察氏迁葬进地宫。他亲临地宫查看，打算看看棺椁的安放位置等，这时却发现了地宫渗水的问题。一想到自己还没入土，这地宫就已经开始渗水了，乾隆十分生气，紧急命工部尚书3河修缮。
负责营建的大臣发现渗水最大的原因是墓葬选址的地面太平，没有坡度，后面山上的水下来进入墓葬很难流出，而且墓葬的排水系统十分简陋，因为乾隆为了保持风水完美的面子，所以在地宫底部不愿意开槽排水。苦思冥想的大臣们最后通过在墓葬后面建分水坝，然后补漏等措施，总算解决了地宫的渗水问题。在乾隆的生年，至少墓葬没出现这样的问题了。不过到了嘉庆元年，也就是1796年，这时乾隆已经入葬，墓门梁却被管理墓葬的大臣发现出现了裂缝。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可能导致整个陵墓坍塌，于是只好又增加了2根柱子进行加固。这就是乾隆的儿子嘉庆对玉陵进行了局部修缮，确保陵寝的完美时增设的2根柱子。事实上，后来的现代考古学家们发现，地宫的渗水问题并非简单的地质问题，而是由于施工中的偷工减料。比如地宫石材没有用房山青白石，建设时也不够严谨，比如金圈的方向偏离子午线15度，导致结构开裂。而地宫用料的问题还包括，后来人们发现孝贤皇后棺椁的龙山石上有修补痕迹，本应使用整块花岗岩雕成的镇棺石，却用铁锯子强行拼接。不得不说，负责修建玉陵的人胆子是真大，连如此重视自己陵墓的乾隆皇帝的墓都敢偷工减料。但也有专家认为，不是人为偷工减料这种重装式轻结构的建造思维，恰恰如同乾隆朝后期重形式轻实效的执政风格。后来有考古学家指出，地宫偏移的15度角或许是盛世帝王留给历史的最大问号。除了墓葬本身的建筑隐患，乾隆这位千古一帝十全老人可能怎么都没有想到，在他入葬自己修建的豪奢地宫安息128年之后，清王朝覆灭，而他自己的陵墓和尸身都遭受灭顶之灾。1928年春季，军阀孙殿英以剿匪为名，率领部队炸开清东陵的慈禧定东陵和乾隆御陵，对2座陵寝进行了疯狂的洗劫。这场被称为近代最大墓葬劫案的事件，破坏程度之大，令世人震惊。1928年北伐期间，孙殿英部被蒋介石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2军，驻防河北蓟县。据说是因军饷遭克扣，部队面临断粮危机，遂生盗墓敛财之念。同期，有一叫马福田的土匪盘踞马兰峪，企图盗陵，孙殿英就以剿匪护陵为名驱逐马步，实则取而代之。清东陵中，乾隆御陵和慈禧定东陵陪葬品最丰富，成为连首选目标。孙殿英的部队到了后，以军事演习为名封锁了陵区，驱散守陵人，和到慈禧墓一样，他们心情迫切地想进入地宫抢劫珠宝。不过在找玉陵的入口时费了很大劲，四处查找，到处挖，都没找到入口。最后兵匪们只好去附近守陵人的村落，抓住守陵人盘问，押着知情人，总算在一处叫哑巴院的地方，就是月牙城穿过古东门那里找到入口。这入口就在月牙城琉璃影壁的后面。琉璃影壁的修建就是为隐藏入口所用。据说古代帝王陵墓修建完毕后，修建的工匠很多是被直接杀死的，防止他们把墓葬入口的秘密透露出去。而用哑巴的好处就是没法说出秘密。当时孙殿英的部队找到了一个会说话的石匠，找到入口。不过找到入口之后，兵匪们发现墓葬门修建的十分牢固，怎么打都打不开，就直接用炸药炸开了。而开后面几道门时，这帮人却没有再用炸药了，而是去砍下玉陵宝顶上的松树，用木头撞开的。这一通操作，或者是想减少炸药对墓葬中宝贝的损害，又或者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不得而知。但肯定不是为了节省炸药，因为刀开最后一道门时，无论怎样用木头或想其他招，墓室大门始终紧闭着，好像被施了什么魔法，死活就是打不开。兵匪们只好又祭出大招，就是炸。地宫最后一道大门被炸开后，兵匪们对地宫内的陪葬品疯狂洗劫。地宫内陪葬乾隆的后妃一共有5位，
除了乾隆在世时迁葬的3位，后来入葬的还有舒家皇贵妃金家氏、孝仪纯皇后魏家氏。孙殿英的手下野蛮粗暴的开棺扬尸，盗走了地宫内所有棺椁内的珠宝，乾隆皇帝自己还有他的后妃们的棺椁统统被毁，乾隆和他的后妃们的骸骨也七零八落。孙殿英的队伍足足在清东陵挖掘了7天，中途还从遵化县调走了30辆大车，多在夜间行动，将宝物拉走。直到3个逃兵被青岛的警察抓获，查出了销赃的36克珠宝，这个惊天大案才公之于众，引起世界的轰动。玉陵的种莲者曾描述了进入乾隆地宫时所见到的悲惨情形：我持灯进入地宫，见有白骨数节浮于泥水之中，不能辨其是男是女，其形状比西太后陵凄惨100倍。人们随即开始收敛尸骨，发现墓中6具尸骨中只剩4个头骨，尸骸全碎，而乾隆的头骨怎么也找不到。后来从石门下被压住的棺椁里终于找到，因为骨骼较大，判断是乾隆头骨。总之就是玉陵这边6具棺椁全毁，尸骨四处散落，不仅积水中有，地宫外面也有，还有一些没有被盗走的珍宝也泡在水中，整个景象恐怖而惨烈。而后妃们的骸骨仅找到接近一半，怎么也找不全，很多散落在地宫的外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按说孙殿英的部下就是求财，拿了珍宝就走，尸骸不会毁损如此严重。后来有人分析，应该是孙殿英部下拿走大量珠宝后，还有一些当地的劫匪再次进入，因为墓室里有很深的积水，也不容易看清，把骸骨拖到墓室外面再次抢劫所致。总之，后妃们凌乱不全的尸骨也给善后的人员留下了难题。这尸骨不全，如何入殓呢？谁是谁都分不清楚，重新修好棺椁也没法往里放啊。最后还是一位清朝前臣出了个主意，干脆把这些散落无法分清的后妃的尸骨和乾隆的骸骨都葬在一起。这个合葬的建议得到了当时大多数人的赞同，于是乾隆和他那些尸骨不全的后妃们被葬在一起。而这后宫合葬虽然是当时不得已的选择，也引发一些人的争议，认为玉陵中慈宁皇太后与多位皇贵妃共葬，属于死后仍争宠，但不合葬还能有更好的办法吗？那会儿又没法进行 DNA 检测，那么被盗的宝物如今都流落到何方了呢？我们先来看，就在孙殿英炸开玉陵后，发生了很多离奇事件，民间流传着很多骇人的传说，在民国时期甚是喧嚣。据说参与炸陵的士兵和军官大多遭遇了不幸，许多人声称炸开玉陵后，许多参与者不久便离奇死亡或精神失常。这种现象被老百姓认为是动了龙脉，仿佛是对破坏皇陵的惩罚。当然，这只是民间传说，没有人去认真考证。而关于乾隆尸体就有很多传说，有人说根据参与盗掘的士兵回忆，乾隆的尸体千年不腐，甚至头戴金冠，满身珠宝。当然我们已经知道这与真相不符。我们都知道乾隆皇帝生前酷爱收藏，玉陵内的陪葬品极为丰富，包括大量的金银珠宝、古董字画等。有传言说很多珍贵文物被孙殿英用于贿赂民国政府高层，从而逃避了惩罚。比如九龙宝剑，这是乾隆生前极为喜爱的宝剑，据说被孙殿英盗走后，孙殿英为免罪，想通过当时的特务头子戴笠送给蒋介石，而戴笠在带着这把剑飞往南京的途中，飞机撞山，机毁人亡，显然和这宝剑做法有关。但也有留下来的，比如乾隆尸体上盖的被子，一床陀罗尼经被，当初被孙殿英丢弃，但被乾清遗臣收藏，2010年在拍卖行以 1.3 亿人民币的天价成交。还有乾隆的玉玺，2009年英国苏富比拍卖行拍卖了乾隆生前喜爱的八珍茂念之宝玉玺，最终以60万英镑高价成交。而关于玉陵的传说中还有一个流传很广，就是说玉陵里面藏有乾隆的手谕，自述其生平与后悔诏，
隐含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宫廷故事。然而，这一说法并无确凿证据支持，而后来有专家分析，这也可能仅仅是一个民间传说。而最神奇的，也是真实发生过的，是乾隆墓葬被炸后留下2个谜。一个是乾隆棺椁会走。按照设计，乾隆墓葬中的每具棺椁都用龙山石牢牢固定在棺床上的。不过，孙殿英的部下在盗墓时怎么都打不开最后一道门，只好炸开。原因就是乾隆的棺椁离奇地走到了石门前，把门死死顶住了。民间传说认为，这是乾隆皇帝显灵，是要护着他的女人，才让棺材走到门那儿去了。对于这种现象，专家分析，其实是棺椁出现漂移所致。乾隆的棺椁的外观，由于墓葬长期进水，早已被腐蚀了，出现松动脱落，因此无法被牢固地卡住，于是被积水给推到门前了。1975年，这一现象再次上演。有学者提出地下水浮力假说，认为积水可能让棺椁漂浮移位。不过，这一解释虽然看似合情合理，不过无法解释为何其他棺椁并未移动。因为位置要相当凑巧，这解释才说得通。而另外一个谜呢，就是不服女尸之谜。在孙殿英炸开玉陵后，后妃们的尸骨残缺，但只有一只女尸保存完整。这具女尸身着明黄龙袍，面目如生，笑容可掬。根据遗臣们的推测，这具女尸应该是嘉庆帝的生母孝义皇后。这神奇的现象也引发了诸多猜测，有专家认为，这可能与棺内大量玉器形成的微环境有关，但具体原因至今仍是未解之谜。所以说到这里，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与乾隆合葬的5位女人都是些什么样的呢？有人统计过，乾隆一生后妃人数达45至52位，是清朝历史上嫔妃数量较多的皇帝之一。因此，能够陪葬乾隆的，当然是在乾隆心中极有分量的后妃。首先是哲敏皇贵妃，可算是乾隆的初恋。15岁的乾隆，那时还是弘历，获父皇雍正帝赐予8名适婚宫女。哲敏皇贵妃富察氏因容貌出众被选中，成为乾隆人生中第一个女人，时年约比乾隆年大1至2岁。雍正6年，也就是1728年，她为弘历生下长子永璜，成为乾隆帝第一个子女。作为皇长子的母亲，哲敏皇贵妃受到了后宫的尊敬。她和孝贤纯皇后一样，都是富察氏，只不过是另外一支。哲敏皇贵妃来自噶哈里富察氏，而孝贤纯皇后来自沙济富察氏，是富察氏中最显赫的分支。哲敏皇贵妃是第一个为乾隆生育子女的人。作为乾隆性启蒙者与初恋，她和乾隆在青春时期建立了深厚情感纽带。即使是这样，但为何她在5位陪葬女人中受宠程度只能排名第5呢？那第一会是谁呢？乾隆的专情妻。大约在1727至1748期间，这时候孝贤纯皇后富察氏是他的爱情主角。富察氏16岁嫁入王府，是乾隆的原配皇后，满洲镶黄旗，出身显赫。乾隆与富察氏的婚姻堪称完美。富察氏温婉贤淑，不仅是乾隆的伴侣，也是他的精神知己。他管理后宫井井有条，能与乾隆产生精神共鸣，如制作鹿尾毛圆边的火石囊，提醒勿忘祖训等等。富察氏生育2子2女，但多夭折。37岁随驾乾隆东巡时病逝，乾隆悲痛欲绝，写下数碑赋悼念，保留其寝宫原貌长达数十年，是公认的乾陵心中的白月光。乾隆称其钟爱异常，也是乾隆最喜爱的女人，受宠程度排名第1。富察皇后去世后，乾隆曾先后宠爱先皇贵妃高佳氏、令妃魏佳氏等。魏佳氏就是乾隆墓葬中尸身未腐、保存完整、脸上3处发神秘微笑的那位。她是褒义出身，后台旗，生前最高位分为皇贵妃。孝仪纯皇后这个身份是死后才追封的。她10年生6子，包括嘉庆帝在继后那拉氏断发后晋封皇贵妃，成为乾隆后宫中地位最高的，也是后宫的实际掌权者。之后乾隆就不再册封皇后，
乾隆对他的感情虽然不及富察皇后深刻，但他仍然最受宠者之一。有人把他受宠程度在5位陪葬后妃中排名第2位。惠贤皇贵妃高佳氏在荣宠程度上可排第3位。她和魏佳氏一样，褒义出身，却一路扶摇直上，在乾隆登基后直接册封为高贵妃，成为了乾隆朝的第1位贵妃，病重时又晋为第1位皇贵妃。正是因为她在乾隆登基时即为贵妃，高佳氏或特许接受命妇叩拜，而其他后来的贵妃则没有这个特权。排名第4的是金佳氏。金佳氏14岁时，通过内务府选秀入仕弘历，身份为侍妾格格。乾隆登基后，被封嘉贵人，为乾隆生下4位皇子，很得乾隆看重。在孝贤皇后、惠贤皇贵妃、哲敏皇贵妃皆下葬玉陵后，乾隆还曾经特地带她巡视地宫。而在宫中记载，他的朝冠中使用的珍珠规格已经超出了规定，很明显是按照皇后规格来制作的。虽然在一些影视作品中，金佳氏常常是作为宫斗的反派出现的，而且她死后还被乾隆追封为皇贵妃。我们总结一下，乾隆对流芳百世的执念，在玉陵的修建中可谓是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一生标榜节俭治国，却耗费巨资打造极尽奢华的陵墓，地宫用的楠木、汉白玉等真材，耗尽人力物力，陪葬品9龙宝剑、克斯陀罗尼经贝等，件件是稀世珍宝。而玉陵的奢华也与祖训节俭背道而驰，折射出乾隆晚年沉溺于自我美化的幻想，未能察觉盛世下的危机。有历史学者认为，玉陵是乾隆人生最大的谎言，象征一个被刻意粉饰的帝王形象。他通过诗文、艺术构建十全老人的人设，却掩盖不了官僚腐败、民生凋敝等盛世之下开始的危机。而玉陵的被毁，不仅埋葬了乾隆的虚荣，也成为清王朝衰亡的隐喻。当盗墓者撬开地宫，野蛮抢夺时，历史远比乾隆想要的身后名更加残酷。好了，本期视频就讲完了。如果有讲得不好的地方，还请各位观众不吝赐教。喜欢此类视频的观众可以点个赞。眼见古今，与您下期再见。